我现在开始了。谁能想到，1995年的科技霸主 IBM，如今竟跌成榜单末流。30年时间，从 IBM 独霸天下到苹果、微软双雄争霸，中国巨头异军突起，又遭遇滑铁卢。这盘科技市值的棋局，藏着所有玩家的生死密码。今天，我就用30年的硬壳数据来挖透全球科技巨头的兴衰真相。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分。在1995年的时候 ，IBM、微软、英特尔老牌，就是这3个老牌三强垄断90%市值，苹果才3.8亿，差点倒闭。到了1999年，互联网泡沫来袭，微软市值飙到603.2亿，直接封神了。英特尔也破231.5亿，科技股集体狂欢。到2000年，泡沫破裂，微软腰斩，英特尔暴跌40%，IBM 硬扛住了。老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第一次显现。到了2007年，苹果迎来拐点，166.9亿市值反超 IBM， 乔布斯的 iPhone 开启移动时代的屠杀。8年后的2015年，这个是关键年份，阿里、腾讯、Meta、ALPHABET， 这个怎么读我不知道，他们集体上榜，中概股首次杀入全球科技前10，亚马逊也开始发力，科技格局彻底变天。5年后的2020年，疫情红利来了，苹果2252.3亿，微软1681.5亿，亚马逊1558.3亿，三大巨头霸榜。中概股阿里786.6亿，腾讯684.3亿，冲到历史峰值。2022年大崩盘，阿里、腾讯市值腰斩 ，Meta 暴跌60%，科技股集体跳水，只有苹果、微软硬撑。到了2025年，最终格局定了，苹果4106亿登顶 ，ALPHABET 3794亿紧随，微软3594.4亿第三，中国双雄阿里260亿，腾讯495亿站稳前10，IBM 仅剩145亿，彻底沦为配角。看完之后有啥想法呢？我就发现3个反常识的真相。我看完这30年的数据赛马，就发现这3个反常识的真相才是科技企业的生存法则。第一个真相，所谓的时代霸主全是时代的产物，没有永远的王者。1995年的 IBM 靠大型机称霸，却错失 PC 和移动互联网，市值30年只涨了约 2.9 倍，从第1跌到第9。微软靠 Windows 称霸 PC 时代，差点被移动时代淘汰，却靠云服务绝地反击。2025年稳居第3，市值涨了约 61.7 倍。反观诺基亚、摩托罗拉，连榜单都没进，这告诉我们，科技企业不转型就是等死，慢转型也是死。第二个真相，中概股的高光与低谷，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问题。2015到2020年，阿里、腾讯市值从200亿级飙到700亿级，不是单纯靠自身实力，而是中国互联网人口红利加全球资本追捧的双重结果。2022年的暴跌也不是企业不行，而是外部环境变化加资本撤退。2025年，阿里、腾讯站稳前10，证明中国科技企业的韧性，
只是想要再冲顶峰，还要跨过更多坎。第三个真相呢，能活到最后的都是抗跌加踩准风口的双料选手。苹果为什么能登顶？2000年泡沫没倒，2022年崩盘没垮，踩准移动互联网，又靠自研芯片和生态守住基本盘，30年市值涨了约1080倍，这才是真正的硬实力。亚马逊 ALPHABET 这个公司也同理，哪怕遭遇暴跌，也能靠电商、云服务、AI 快速回血。而那些只靠单一业务的企业，早就被淘汰了。你们有没有学到啥呀？我来总结一下：30年科技争霸，从单极垄断到多极格局，从欧美独霸到中概股入局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今天的王者，明天可能就是配角，而今天的配角，只要踩准下一个风口，比如 AI、量子计算，就有可能完成逆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下一个10年谁会跌出前10呢？阿里、腾讯能不能重回巅峰？还是会有新的 AI 巨头杀出重围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，我们一起预判科技未来。我是数据赛道观察局，我是专注解读各类的数据，基本上都是每周一、周三、周五都会更新，有时周日也会。希望大家能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哋下一期再見。